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出手机高手的惠普星14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全国1000多家店的中式快餐老乡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全新职场观察节目《合伙吧少年》。这次我们的西坎呢，依然会用云录制的方式关注着各位实习生的表现。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西坎。上一期张浩宇和李如嘉拿到了第3块铜牌，很遗憾离开了这个团队。同时呢，我们也迎来了新的伙伴。在目前的团队阵容当中，谁是你关注的伙伴？我比较关注映月，因为她一直都是能力很强的女生嘛，然后现在也有新鲜的血液进来，我想看看她会怎么样。我现在最想要关注的就是袁星辰和映月了，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个人能力都是特别强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发挥出自己更多的能量，能让我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担心施俊逸，我觉得施俊逸就是还是要踏实一点，对，现在比较跳脱。我比较担心就司俊和焦焕文，其实在前2季弱一些，我觉得是咱们对他预期有点太高。名校大名校，我觉得老焦在上一期要动手做事情的时候，他特别的手足无措。典型的是非常书面的这种人才，就不是那种特别会表达。如果当他心里没底的时候，他的输出就会变得特别没有底气。他需要别人告诉他你做什么。我们赶紧来看一看这次有什么样的任务在等待着实习生们。我们2张桌子各少了一个人，明显冷清了。拼在一起吧，要不拼在一起。少了2个最热闹的。也是够难看的吧。她很像我妹妹，逻辑性也很强，然后是个非常冷静的女生，但其实她心里也非常柔软。没有，我觉得月月就是有那份单纯，然后有些事情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理智的东西吧。这一次的经历非常难得，然后我也非常感谢8位小伙伴陪伴着我，然后大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很深厚的友谊，然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经历跟回忆。下次我再得铜牌，你们帮我顶一下就行了，不用搞这些虚话。可以把快闪店做成古方。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觉得很难受。有点担心。伙伴们，开会啦！上去啦！好，我们上去吧。OK。是这样的，我们旗舰店现在不是已经在筹备阶段了吗？那我们整个筹备阶段的这个沟通有个阶段性的共识会，所以呢，我会邀请我们负责落地的同事们一起来跟我们参加。那参加之前呢，就是我先跟大家去沟通2个事情，因为老李和 Choi 的这个离开，所以我们现在需要1名就是负责人去接手老李对于项目的这个部分的执行，所以你们商议一下。
我觉得我可以啊，因为我之前是负责预算的，所以在每个方面我都有涉及到，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我可能了解比较多。然后只不过可能经验和老李比的话相对比较差，但是可能说我会愿意去推进这个执行嘛。OK， 好，那其他伙伴有没有问题？星辰的这个举动是有加分的，因为在很关键需要项目负责人的时候，他自己主动跳了出来，站出来了。对，我觉得9月16号开业5天，我们这些能搞定吗？这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团队合并到一起，肯定是 OK 的。可以，那我没有问题了，没有啥问题。那我们掌声恭喜一下。好，我想就是我们找个地方，就是我们俩共同盖完。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鸡尾酒这个台子这个东西，可能是之后活动完了之后它就对，我刚刚想过是就是这种地方掏洞放做抽屉的那种。对。然后在整体的视觉成像的风格上，其实都是比较，我们都是用一些原生态，然后草垛这样子的一些元素在做，所以其实是视觉上面应该是非常一致的。对，他们会把营业额的一部分给捐献过去，然后是偏比较彩一点的风格在那边。对。哎呦，来新人了，村里来新人了。这个穿的相对保守一点。你好，你好，我是 CC 西文潇。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啊，我是袁荣。哦，袁荣姐，对，我是新来的实习生。谢谢。直接坐下了，咱们的办公环境的话，就这层是吧？主要楼上开会，还有楼上。OK， 我可以随意参观一下吗？可以。我现在方便带我参观一下吗？可以 OK。他也挺自来熟的，他挺聪明的，他找了个男生。对，而且有个老员工带着就舒服很多。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平常办公的地方。好，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的话，有一些讨论啊什么的，就可以在这边。然后那个板上写的是，他们经常会在这边劳报。明白明白。这是什么？这一列为什么这么多铜牌？就这是哪一个什么 task 啊？这个是没有顺序的，没有顺序是吗？对，没有顺序的，根据他个人的表现。行，明白，谢谢。哎，我现在有笔吗？我可以写吗？可以的。好，谢谢。这个是不是比红影加入的时候要聪明很多？我先了解现在你们是个什么情况，都很自信啊，这些女生一点也不怯场。你说司俊逸会又主动敞开怀抱？我觉得他会。我没哎，他那个就是迷雾森林是。Hello， 你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我是 CC。啊 ，CC， 好的，俊逸。哦，先碰上了司俊逸，俊逸果然会先打招呼。Hello， 你好，我是新的实习生。对，你们好，我是 CC。所以呢，你是谁？可以叫我 Gavin。Gavin。张焕文。我叫焕文。OK， 你好。你好。我姓朱。朱。小朱。OK， 谢谢。你好，我是 CC。Hello， 萌萌。好冷淡啊！好高冷啊 ！Hello， 音乐，好的。完全没有要理他的意思，因为大家心情也很荡，没有情绪在照顾别人。
但是这个 Cici 比之前加入的红红有礼貌和低调的多，但是他们的态度反而好像比红红加入的时候更不友好了。可以理解。刚刚送别完，心情还没那么的好。而且他坐在那个老李的位子上，他们会觉得是你替了老李。但这真是在职场上面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加入到一家新公司，原来的团队正在自己忙着，你也不知道原来你要替代的那个人他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说不定人家的关系都特别好，你进来就是一个外人，一来就碰到这样子的时机。你把那个你刚写的公众号的发给芳芳，发给谁？芳芳是吧？好。然后他说8点前要我们定下那个线上的方案，你刚刚看了那个有什么想法吗？就牧歌啦。城市牧歌。城市牧歌。城市牧歌。那你问他们审核一下。没有，就是汪姐帮忙在推进。尴尬。没有任何人想告诉他我们在干嘛。那个微信公众号的那个钉钉上下载不下来，只能截图。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可以，稍等，我把一个东西发过去。我可以坐你旁边看你在干嘛吗？可以啊，我们只是在采购一些清单的东西。黑绿白。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围挡，你知道围挡是什么吗？Not really。没事，你做完后我可以看一下。就是类似于那种街头那种在墙上那种涂鸦的东西。放在哪里？电音节吗？还是就是那个什么咱们那个什么门口？咱们的门口，店门口。然后开业的时候就把它撤掉，但是开业之前它在那里。喷是吧？对。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跟比如说路过的人的一些互动性之类的？对，有文字上的互动。有图案上的吗？比如他们可以有马克笔，可以在上面写字。那你觉得他们会停下来写的可能大吗？可能不是特别大。音乐说又来一遍。但是我们自己会派自己人去写。OK。我有一说一哦 ，Cici 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就是你要跟第一个跟你搭话的那个人一直保持连续下去，这是你打开一圈原有的那个团队的第一步。他的难点不是攻克他的难点是攻克那几个就是热脸贴冷屁股，就是他得攻克那几个冷屁股，就是那几个不理他，我觉得那个才是难点。小新，你有过从小到大，比如加入一个新团体被孤立吗？有啊，转学什么的那种。我也是到了新的学校，然后感觉，同学不是很喜欢我，所以我就一个人独来独往的那样。就你无所谓，你们不理我。对，然后我记得当时什么春游那种分组，然后我当时想说，哎呦，要是能不分组就好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好尴尬，因为我刚去那个学校，然后跟大家关系也不认识。后来慢慢的，好像就是时间久了，女生就过去就比较快嘛，小孩子就过段时间就好了。我觉得破冰最主要的就是死皮赖脸。死皮赖脸。你应该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你也自来熟。我没有，我太死皮赖脸。真的吗？啊，你选秀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多男孩在一起。男的我怕啥？都是男的。小明哥呢，应该没有这个困扰吧？那倒没有，我没有，就是确实是就是长得算秀气啊，但因为我的性格老是那种蔫蔫的、弱弱的，但是那个时候漂亮女生都喜欢那种坏，就是张扬的，就是那种在学校里边感觉很厉害的风云人物。我太乖了，脸皮特别薄，所以对大家老喜欢戳起我，但是也没有到说是多么的喜欢我的程度。戳起我是什么意思？你作为青岛人不懂什么叫戳起？不知道。戳戳起你。就老喜欢逗你，逗有你。我们青岛话叫逗有你，就是好看嘛，大家就喜欢老逗你，对。3:25，我们上去开会吧。
那你坐这儿吧，要不？那你坐这儿吧，要不？好，那你坐这儿。这么近？因为你可能一会儿要第一个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所以坐这里可能会好。哇，真是。你要喝水吗？好，谢谢。我们这是新人福音。这个时候你又觉得他这点挺好的了，很绅士。对对对。我们团队中今天有一个人没有来，红影是吧？看到他朋友圈了，知道他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喂，潘总吗？哎，我红影，早上好，早上好。对，因为我家里出了一点急事，然后可能需要请假几天，这几天可能不能来上班了。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意外，那你一定要坚强，好吧？有什么事情可以需要随时帮忙的，也都可以跟我说。谢谢潘总，谢谢潘总，太感谢你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很抱歉。没事儿没事儿，这个东西都能理解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能理解的。谢谢，太感谢你。保重，一定要坚强。好的。好。好，谢谢。那红影他不在期间的话呢，可能有些工作还是要落在我们自己团队的这个头上，所以大家要多做一些分担，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好不好？那个伙伴们都来了啊，好，那我们欢迎 CC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新的团队中来，也希望你能够快速的融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最后的我们的项目的冲刺阶段。好，欢迎。接下来的话呢，就会去发布一个我们的新的任务。老乡鸡即将去推出一款杯装的鸡汤。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希望能够带动一股年轻人去喝鸡汤的这个风潮。其实我们这次要做一次联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知名的民族动画的 IP。我们的愿景是打造民族的品牌，所以我希望是说，通过这一次我们的整个的策划，去形成我们的整个国潮的风，然后把这个部分做到极致。那目前来讲呢，我们有4个 IP 是可以去用的：黑猫警长、大闹天空、哪吒闹海、葫芦兄弟。你们要主导并参与到这个项目进行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这个重视。那我们明天下午1点钟会进行一个内部的过审方案，晚上6点把最终的修改的意见给到上美影。那后天10点钟，我们会向上美影做正式的提案，好吧？那提案的目标是让上美影去接受我们整个联名的内容的策划以及合作方式，达成这个合作的意向。这就是我们这2天的一个任务。那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整体的分组。分组的规则是这样的，目前金牌最多的是音乐和思思，所以音乐思思你们会分为 A、B 队，作为 A、B 队的队长。思思好矛盾，金牌最多，铜牌也最多。OK， 好，你俩请站起来。2位队长 ，A 组和 B 组。好。好。那第2呢，我们会让金牌第2多的3人，就是星辰、萌萌、交换文。可以去选择一队。我选。对。哦，让他们选队长，不是让队长选队员。天哪，反选。那肯定选音乐啊。那我选思思。好，你选思思。啊。哦。为什么？这时候队长是不能拒绝的。啊。好，来，拒绝的。萌萌。月月，月月，你看挺开心的。好，焕文，思思，思思站在后面去，好不好？好，接下来小猪，你可以去选择一队。小猪会选女生，我觉得。选月月。可以，那这组氛围会很好。那最后 CC 你是选择思思这一组，还是选择我们音乐这一组
我选择思思吧，因为他刚才一直在帮我很多东西。好的。看来思思真的是很有好人缘啊。好，那你到这儿。欢迎。你看，也是表情好可爱。乔欣，如果你选哪？加入谁？那我肯定也选择就是第一个帮助我的人，因为我来工作的，那个交朋友是缘分。我觉得其实职场和学校的环境有一点不同，就是职场你一个人也能活，因为职场你并不是要在这里必须得待在这里待个3、5年，独来独往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学到你想学的东西。对啊，但我觉得我可能是那种对环境的影响比较敏感的人，我很怕进到这儿，周围的先环境不好，我就会先觉得矮半截儿，所以我很希望进入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赶紧把什么都先捋顺。就是这次我们也会去考虑到有金和铜，因为我们现在只有这个人数上有了变化，所以我们会产生2金2铜。我 pick 音乐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这个2金2铜的设定是基于我们的整个谈判的成功。这个任务的发布，大家是否还有什么问题？那个鸡汤杯有。我会把这个鸡汤杯的那个部分，飞哥去拿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那同时的话，所有的关于上美影的一些资料的部分，那我也会给到大家，会打包一个文件夹。执行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进行沟通。这个杯子的样型是2种，所有的部分由你们来决定。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然后回去之后，你们先讨论一下这个 IP，4个 IP， 你们2个组分别想用什么样的 IP，4点钟告诉我。但是这个 IP 是不能重合的，谁先告诉我，谁拿到优先权啊。那 OK， 那2位队长加油哦。好。我就担心音乐情绪不好。昨天那个朱顺杰哭得最惨，对，哭得最惨，因为他跟老李合作最多。我们要找个地儿先去讨论一下吧。OK， 我们就坐在这儿。可以啊，没毛病。那我来了。我差点以为是3朵金花是一组，知道吗？3朵金花。他肯定会选择那边。我有个想法，就是说做葫芦兄弟，因为葫芦兄弟的角色 characters 很多，它可发挥的空间比较大。然后如果是盲盒的话，它放在里面的话，它其实比如说我们凑齐多少个葫芦兄弟，最后可以怎么着？刚才其实看到这4个 IP，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大闹天空。然后我之所以喜欢大闹天空呢，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去那个菲斯劳姆基家园，你们看到那个机神吗？机神在《西游记》里面有出场过2次，而且还很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跟老乡记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其实我是比较倾向于葫芦兄弟。其实他说完7个兄弟之后，其实我突然有想到一个点，因为他不是刚才问我们那枸杞那东西怎么突出嘛？因为每个兄弟都有一个特长，有一个是眼睛好，有什么东西，其实可以跟那个枸杞那东西的中草药的功能相结合在一起，突出来它的一个点，是不是？所以我其实觉得葫芦兄弟的话比较好突出枸杞啊那些养生的东西它们的功效。我也是觉得葫芦兄弟的可塑造性强一些。你现在2种，你更 prefer 哪种？我还是更 prefer 大闹天空。因为刚才像你讲的，我会觉得说，你7个枸杞都一样的，而且枸杞不可能都让你眼睛好。它只是一个点，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到时候再去细化。对，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方向是 OK 的，是 it's a good direction， 但之后 details 我们可以再去定。但可能我们面临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对方也会选葫芦兄弟。星辰在这里感觉有点没有归属感。我随便选一个了，我觉得这几个对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想好了，然后再想它的背景故事怎么跟我串联起来。我比较偏向我，你们呢？我其实因为我喜欢水蛙，因为水是那个忘了。那就葫芦兄弟呗，我们确定了吗？确定啊，就是。那我先跟他们说了。好，冲！这么随意呢？老师，我们决定好了。好了，这个因为这是拼图。我们选葫芦娃。葫芦娃。对。
我们能回宿舍行动吗？可以吧？可以啊，我们下午先自己想一想，然后晚上我们回宿舍配一下。配一下啊，还有2个小时可以下班了。1个小时，他明天5点下班。走，来吃够。他们都选好了。所以我觉得选好了是吗？选什么？你们选的是什么？葫芦娃，我们想葫芦娃。那兔子呢？他们选完了。我们只有大闹天宫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是想大闹天宫，其实，但是他们3个没有，因为我们那个机神是在《西游记》里面有出场过，而且他很强。老乡鸡可以跟《西游记》有联系，这是我的想法。你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觉得葫芦娃更好。对，没有反对，只是葫芦娃更好。对，确实是啊，从延展性而言呢，确实是。OK， forget about that，move on。我们看还有什么其他，就3个是吧？大闹天宫，那就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还有个什么黑猫警长就。这黑猫警长里面有很多角色 ，right？ 西游记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呀，我们也可以斩妖除魔，最后突围各种关卡之类的。大闹天宫有好多角色，对，每个都有很多角色。对，哪吒闹海的也有，对吧？其实角色都很多。我感觉我的童年，我都不记得我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些 IP 里面目前热度哪些比较高，可以搜索一下热度比较高的、比较那个的。哪吒。其实抽盲盒它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是在于，它有一些隐藏式的，就是出现率很小的那种角色，它会诱导一些复购率。但是这个哪吒里面，你想把谁塑造成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就我会觉得哪吒确实他的角色会少一些，因为只有那一对，加上可能他爸爸、他妈妈，还有什么龙王。但是大闹天宫的话，确实会角色会多一些。那就大闹天宫，那也可以大闹天宫。我也是大闹天宫感觉。那我们就大闹天宫吧。好。 4点钟了，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大闹天宫，确定？好，确定。对了，潘姐，她那个就是我们拿这个 IP 是可以把这个整个动画片里所有的人物的都可以用，还是说只是这个形象都可以用是吧？对对对。哦，那就行。我待会儿会给你们就是把详细的东西发给你们。好的，好吧。 因为葫芦兄弟不是有7个葫芦娃吗？对呀，你我们做7个味道是吗？我们就有7款鸡汤啊。第一个是力大无穷的大娃，对，大娃，2娃耳聪目明，那我们就做明目的，清火明目的那种功效的。第一个是大力水手娃，大力娃。那菠菜鸡呢？菠菜是真的会大力吗？刀枪不入的3娃，那就做坚果鸡汤啊。 象征着百毒不侵的清廉之人。月月，你有想法吗？我们能不能再去问一下？我感觉我对这个东西，可以啊，走吧。都不懂到底要干嘛是吧？ 要不我们去找一下潘潘？好吧。我不带电脑的，直接问吧。得有一个人带。我带本子。他带本子了。就是我们还是想知道这个联名，就是它比如说是个怎么样时段的一个。 合作呀，或者联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联名，它就是讲这个 IP 的授权的时间嘛。我觉得我们品牌大概3到6个月的期间吧。那我们明天这个套方案要包含这些东西吗？我觉得不需要细的部分，就是你什么呢？我觉得创意是最核心的点。我觉得是先把大的这个部分给它罗列出来。 你产品的这个部分，你的创意是什么？你的 slogan 是什么？对吧？你创新的核心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内容是非常关键的。好不好？谢谢。OK， 好了。如果我不在，你们有什么样的东西，就线上跟我去做沟通。好。
葫芦还是最好写的，我觉得。对，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得想出一个很特别的点。对。看动画片吗？给你从大娃开始看了。青蛇小手挑针，上下左右。跟我看的不太一样。上山去葫芦，小军解说版本。人物介绍。兄弟们被迫依次清醒，撒开手脚，欢快杀妖。大力红娃从山峰落下。脑子宕机了，喝点农夫山泉长白雪休息一下吧。这个瓶身设计好有新意啊！转动瓶身还可以透过动物看见风景。是啊，口感还很清冽，可以激发一下我们的灵感。可能就是你在工作中那种真的特好的朋友离开的时候，情绪很难不受影响。大闹天宫这游戏好玩吗？可以用吗？它是我们这个 IP 做的吗？对，可以通过他们上面进行一些宣发吗？其实我感觉我们的就是关于这个大闹天空一些精神还蛮好的，比如说追求自由、正义、挑战和勇敢。我们具有国际的视野。大闹天空。那大家都差不多了吗？你们都查的差不多了吗？你们都查差不多了吗 ？Cici。你们可以先说，我先听一听。我现在是想到2点啊，就是我刚才看那个发的东西。第一个是他做这个东西花了接近20年，可以联想到我们研制鸡汤研制很多次，听他讲的。树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企业的那个匠心故事？你比如说讲到我们老乡鸡啊，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以为我们是从做快餐这个起步，是吧？实际上不是，我们是先开始养鸡，就养鸡就住在鸡棚里，住了7年。哇！现在你要到鸡舍里面把我眼睛给蒙了，我就从那里面走一趟，我大致能够听出来这个鸡啊，它有多大了，就根据它走路这个声音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鸡呢是冷了还是热了，这个一听就能见出来。这个鸡是不是有病，特别是呼吸道的病，就大致能够听出来啊。就像老的一个汽车这个驾驶员那个发动机啊，如果要有毛病，它一听就听出来。第二个是他其实在60年代出来的时候，在国际上是很有反响的，然后代表了什么中国民族的动画品牌，这个也跟可能我们公司的理念比较类似，对，铸就伟大民族品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呼应的，我觉得是这2点是他这种精神上的一个呼应了，但具体怎么去结合，我还在想。老乡鸡自己一直说嘛，铸造一个伟大的一个民族品牌，但这只是内部人员知道，外面人不知道，顾客也不知道。所以，但是正好这个上美影这个大闹天宫是最早期的一个 IP， 它已经是差不多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了。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想的效果就是让大家觉得老乡鸡正在往这个方向走，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在想做的目标方向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果的一个点。就还是讲铸就那个词嘛，其实是能想象，如果有一个短片，它一分为2，然后2边同时在叙述一个动画制作的过程和一个打磨鸡汤的一个过程，对，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在餐饮界想成为的品牌，就像大闹天宫在动漫国漫里的，对。就是如果挖掘创作背后的这个故事，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讲那个鸡汤的制作历程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抓了几个特别的点吧，但是并没有很完整的去介绍过它的这个历程。
句话挺好。大闹天宫融合了多元素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传承文化间拓展了京剧电影的新空间。这话好深。就听着就非常的，先放上去。腾云驾雾，美猴王盖世英雄。我觉得盖世英雄就最好去建立。大闹天宫好像是又采用了三岔口，要杨家将演绎，又到窦娥冤，到元代的丹青艺术，在历史上，这全都是这个追的太根本了。这不都是中国元素吗？但是我们大闹天宫的元素这么深吗？这不是他想要深的吗？对吧？我们可以看看里面就采用的是哪些。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可以抛开什么舒服，去追求自己的真正的生活，去审视自己内心生活，有时候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敢，串起来了。8点了，或者我们车上继续聊一下，边走边聊。走吧走吧，我真的现在脑子有点不太够用了。电脑我们要带走吗？觉得要在这里？带一个就够了。我先歇一下，我脑子有点炸。一天过去，我昨天就睡2个多小时，我简直太困了。我也是，我3个多小时。哎，司老师，明天汇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展示一下我们产品的特色？有呀，我们的特色就是它。每滴农夫山泉都取自优质的天然水源，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所以好水好鸡炖好汤，煮出来的汤都清澈油亮，味道纯正鲜美。哎，这个想法不错，是吧？走，我们跟他说去。就是这2个是商用价值方面的，一个是授权，一个是提成，就是有这2个投资方面。要么越把大框架理出来，然后东西拿来填就好。小猪真好，他觉得音乐状态不好，他就觉得我们多做一点。小猪是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孩子。我们做到1点吧，我得又要熬夜了。好的呀，但是现在好像也没什么进展。没事，明天他们做也没啥进展。我觉得我们把主要的想出来，明天细节可以。所以现在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要想它跟老乡鸡的结合方式，然后如何就是宣扬出它的品牌文化价值。其实它这个歌就是一个超级符号了，对，对啊，这个他怎么唱的来着？葫芦娃，一根藤上去就高，风吹大都不怕，啦啦啦啦。我们既然有这个版权，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调子用起来？但我们不用它原来的歌词，或者说稍微改一下。不是，但是要先问他一下这个音乐版权在不在内，而且如果在内的话，我们还要设计一套那个词啊。词确实很好填，就是简单好记。老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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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鸡。还是可以葫芦娃，葫芦娃，做一个焗锅，做鸡汤。好复杂。那个对，那个抓鸡，一个刷牙，对，就是嘎嘎嘎嘎嘎，烧好辣。我觉得可以，我们今天就唱出来就赢了。哎呀，音乐终于笑了，开心了。我们一起唱就赢了。我们先录好。我是。你先别忘了，锅烧好了。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头脑风暴就到这儿，我们把刚刚说的稍微就是梳理一下，对，就每个人负责一个杯。OK， 那我跟小猪分，就是记录我们今晚的周4百这些是吧？好吧。所以在职场里有朋友还是挺重要的，他会在你低落的时候拉你一把。我记得我当时有看那个乔欣特别早的一个综艺《我和我的经纪人》，我还记得你经纪人叫浩浩，就是你们俩当时在那里面的那些就特别打动我，就是你在你低落的时候，你身边有一个特别信任的人，他拉你一把。对，因为我也是难过的时候需要输出的，可能我现在是自己消化会比较多，但我那个时候必须要说，不然我就要憋死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也是生活上和工作上遇到比较低谷的时候，那时候每天就对着空气在说话，浩浩就一直陪着我。其实这个事情的
就是怎么去解决呀，或者所有的利弊我都知道，但是就是其实你最难消化的是你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的结果真的不重要，所以我觉得当这个时候，你身边是有很亲的人会帮你支持你，哪怕听你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事情。小明哥初入职场的时候，你会需要身边有你很信任、很亲近的人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对家里边报喜不报忧的人，对。然后虽然我性格不太爱说话，但其实我很喜欢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我不会没有安全感，我会想办法去跟这个陌生环境搞好关系，我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相对脾气还算好的，对，轻易的不会去跟别人有什么争执，对。我真的觉得他们不会觉得我们是傻子吗？不会啊，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我在朋友圈看到，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是真的会去买的。就我们俩是不是有问题？除了我们俩，其他人都觉得不是，是有意思的。但是昨天焦老师也说很有意思。如果焦老师这种无聊的人都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了。很不礼貌哦。1点半的会议，你们定好哪一组先来了吗？好，我们组先来。到点了。阿飞哥跟你们说过是1点半吗？对。迟到了。又迟到。那我刚才不下去跟你们说，你们能准时上来吗？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是我们整个联名的这个部分，先做一个内部的这个沟通，好吧？你们选的是大闹天宫是吧？对的。那我们直接开始。OK。我负责来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闹天宫这个 IP。首先是大闹天宫它的一个方向，它是一个1961年诞生的一个接近100年的一个经典 IP， 而我们老乡鸡呢要做的也是一个100年品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定位。第二点是定位的一个相似啊。我们这个大闹天宫呢，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民族性动画的一个代表，而我们老乡鸡呢，也是想成为一个铸就伟大民族品牌的一个这样的餐厅，所以我们的定位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结合了联名和 IP 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用 IP 的思维去重新定义我们品牌营销的模式。好，那我来讲一讲我们联名的价值以及我们现在想的合作方式。首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我们认为会带来3种主要的价值。第一种是针对这个新产品，他们会被这种新的玩法感召到，会觉得来消费更有乐趣。那么第二就是说，大闹天宫这个 IP 可以引起很多人的情怀以及精神共鸣。第3点就是说，这个 IP 的联名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亲近家庭的客户。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关于这次联名可以为邵美影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主要是2类价值，第一类是商业价值，最直接的价值就是经济价值，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商誉价值。我们认为这次的联名可以帮助邵美影更好的接触年轻人，因为这次联名所涉及的，比如说盲盒文化或者国漫国潮，在当今的年轻人当中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化。那么接下来我可以请我的同伴们分享一下创意的方向。联名创意方向呢，我们其实就是救援思维一种新结合。我这边分了大概5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 IP 形象的使用，我们这边大概有4个场景，当然就是我们的本身鸡汤杯和纸袋的一个设计方面。杯身呢，比如说画的设计，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社交平台直接去联系一些特殊的儿童协会，然后向他们去征求一些他们的作品。第3呢，就是盲盒。我们这边提到了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比如说里面的玩偶设计呢，可以用一些再生的海洋塑料或者一些其他的塑料垃圾来作为原材料去制造盲盒的一种玩偶，并且呢还会在盲盒里面放上相关的环保信息。第4呢，就是一些产品，比如菜品和一些周边的贩卖等等。第5呢，就是一个大型玩偶的设计，还挺稳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意宣发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会有3个主要的一个活动，然后第一个活动的话叫我的悟空时刻，那么它的目标呢是去鼓励老乡鸡的顾客去分享自己平凡生活中的不凡，感受每个人心中的一个英雄梦。当我们在买了这个鸡汤杯、开盲盒得到悟空玩偶之后，我们去分享照片，或者呢你可以摆出和盲盒中这个玩偶一致的一些手势去进行一个自拍。然后
活动2呢，其实是杯身设计的征集，我们可以在门店去领取有线稿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鸡汤杯的包装，然后可以去绘制鸡汤杯身，然后呢再提交给门店。第3个活动是我们可以制作一些宣传的短片，同屏切分左右的一个画面，同步的对比展现一个动画的制作和鸡汤的一个打造研磨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这次方案的整体的内容。OK， 好，那我想问思思，让你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的民族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这样的一个 IP 复活。为什么要问思思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听完之后，每个板块都会有，然后每个板块也都有一些想法，但还是会有一个就是说，不知道到底我们要输出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对，可能老乡鸡要的是这个，顾客要的是这个，上美影要的是这个，那到底我们是往哪个去做？这3方的共同的诉求点在哪里？可以真正的思考一下，就是做 IP 对于品牌来说，它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其实你所做的所有的营销动作，都是不断的在向老的消费者或者新的消费者告诉他我是谁，以及你即将要联系的核心品类是什么。那其实你选择的 IP 的对象，就是你对于自我风格的一种认定。那树立风格的同时，就它的商业价值是什么？然后如果说你们还有那个下一版新的方案的修改，你们可以在6点之前再跟我来沟通一下。好的 ，OK， 谢谢。预期有点太高了，有点担心。我们组选择的是葫芦兄弟这个 IP。首先，我们想说一下为什么上美影要选择跟我们联名。葫芦兄弟的 IP 它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顶流 IP 了，但是我们是觉得它单个的形象其实购买号召力不足，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知名度高、购买力低的那么一个陷阱里面。老乡鸡本身我们都是拥有一个稳定客流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它的 IP 提供一个平台。我们在就是看葫芦兄弟和老乡鸡这2个的联系点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到说，就是每个娃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我们想基于这个点，让7个葫芦娃续写一个故事，是他们熬了一锅鸡汤给自己的爷爷，然后我们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一技之长，在这个鸡汤的生产链上为他们挑选了一个合适的可以做的一个工作。开心了。大娃呢技能是说大力无穷，所以他可以举锅。2娃是千里眼顺风耳，眼睛看得特别清楚，所以我们让他来挑选最优质的180天养成的肥细老母鸡。3娃是刀枪不入，所以他的技能可以是切鸡。4娃是喷火，他可以煮鸡汤。5娃可以喷水。6娃是隐身，什么都不干，然后就是一个划水的小宝贝团宠，所以我们想把它作为后续这个营销点，这个我们后面会细讲。然后7娃就是我们的新的鸡汤杯，我们会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糙米和我们的枸杞，这就是它的法宝。关于6娃这个详细的解释，就是我们的盲盒设计里可能我们会放2个东西，一个是娃，一个是连环画的一本小书。但是6娃我们就想说，它你打开可能只有一件衣服和一本书，但是却没有这个娃。打开盲盒什么都没有是吗？告诉你这是隐身的6娃，是空的。我蹲在里边呢，难道你看不见吗？哎，你要是消费者，你打开盲盒，人跟你说6娃在里面，那我肯定找他。你期待消费者。我们可以展示看一下那个连环画的效果。对，我们大概就是想做一个，就是这种理解你们的意思。对，就在里面放一本这种小书，就是每一个小娃的公式。然后我们的宣传重点就是改编葫芦娃的主题曲。就是我们大概给了一个 sample， 就是这个不是我们最终敲定的。一个我放弃经过抓鸡烧水啦，啦啦啦啦烧好啦，啦啦啦啦啦灯铃铛。鸡汤好啊，好喝啊，好喝啊，再来1碗吧。哎呀，啦啦，还有促销的作用，好魔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双方的那个需求的解读，特别是对于上美影的需求解读是基于什么呀？
就是查阅了一下尚美影就是现在发展的一些资料和现状吧。然后如果我是尚美影在那听的话，我会心里非常不开心，这肯定是个问题。其实做 IP 联名，我们要先回到做品牌的本质上面去。我们每一次的品牌活动和每一次的品牌亮相，其实都要非常明确的告诉顾客我是谁。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和鸡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鸡汤的情感价值是在中国人的很多的重要的时刻，它都有一定的情感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价值是可以在 IP 里面去挖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IP 的价值如何极大化发挥？因为我今天听到你们讲的整个的盲盒是基于鸡汤杯里面去做的，我们是有6个月的授权，对不对？那我们的这授权，我们仅仅是围绕一个鸡汤杯去做，还是我们要把它去做一些产品的周边？是现在是只能因为我们一开始以为昨天说不是只能用这个杯型吗？是用这个杯型，是用这个杯子啊。但你的 IP 的周边，你有我葫芦娃的包包，我葫芦娃的玩具，有什么样的那个是可以做啊。对对对，不一定非得在这个杯子里面。我们以为只能和鸡汤这个产品相结合。我们的理解力，因为昨天的任务不是叫鸡汤杯吗？昨天说了2个维度，一个是周边，一个是鸡汤杯。OK， 你们快去准备吧。谢谢老师，谢谢。2组又都被拍了，不过幸好是内部，这要是明天被外部拍，才真的吓人呢。我不懂为什么，其实我们讲的那个上面也没有说他不好，为什么他看了会很不开心呢？我是把他需求说出来而已。我们是觉得他单个的形象其实购买号召力不足，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知名度高、购买力低的那么一个陷阱里面。如果我是尚美影在那听的话，我会心里非常不开心，这肯定是个问题。乙方就是要服务于甲方的需求啊，我不懂。其实尚美影的购买力没有那么低，它如果一部经典的动画片重新再放一遍的话，票房号召力远远超过你做的一个联名活动啊什么的。不行，音乐还是陷入在那个情绪里，但感觉好像结合的不够到位。其实只是展示和话术的问题，该讲的也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他写的我们都做了呀，除了一点。你说把那2张我们刚跳的移到前面去，因为不觉得他们有问题。先说我为什么想到要联名，联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然后再说我和葫芦娃中间有什么契合点，在一开始就点出来我们中间的连接点是什么，然后我想给顾客带来什么，就是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你只要把后面的拉到前面来就行了。后面整篇就连着它一起讲就好了。他想听就讲。音乐不觉得内容有问题，他觉得调整一下顺序就行了。他不想重新改内容。其实他们那块里面是缺东西的，因为刚刚上面有一个老总在讲说，他们其实缺少了周边那一块东西，就是真正能带来商业价值的那一块东西是没有的。现在只有杯子。我现在在看他刚才的点评，我在想，就是他是要找到一个主题，就是这个还是主题，对，我们就是找主题，就是我每一次的 challenge。我写的是点燃中国梦这个事情，就是对3方来讲，这中国梦它太大了吧？它其实主要是一个核心点，就是打穿这几个点嘛，打穿这几个支线。其实我们在平时宣传当中，其实也会提到中国梦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吧，就是回归初心啊，不管是制作这个动画，制作这个鸡汤的初心，回归初心还是说保持初心。然后包括消费者，他也是买这个的话，回归他以前的这种共鸣啊。齐天大圣的初心是什么？我想到他不就想让我们有点那个这句话的直白点，就是能统筹我们的主要核心人物嘛，孙悟空嘛。那我们就直接说。大圣求新，不忘初心。因为齐天大圣他其实一直也是在一个追求创新的一个过程。你让苏成轩去当大圣，其实大圣平民英雄嘛，就对 everyday hero。
最主要是他直接能突出这是孙悟空，基本 OK。产品级那个你刚刚讲的本身那个设计的方案，这个我可以应该7点半之前应该能做出来。然后销售它是怎么卖的，那个要补一下。他想让我们明确一下我们针对的人群是什么。我们现在主体不是打盲盒的概念吗？就是盲盒的人群和喝鸡汤的人群是否是同一个人群？如果是同一部分人群的话，我们针对这一部分人群，我们的营销方案是什么？音乐又不在线了。但是我月月，你可能要把那个逻辑拉出来，就比如说哪一页应该放哪一个点，好，然后我们再来我来填充。好，我坐过来跟你一起看这个逻辑吧。不仅仅是要那个打响那个葫芦娃，他们是要整个公司这个品牌上面有这个东西，深入人心，让顾客知道。所以我们的厂长和厂长，我感觉是可以的。双方核心契合点，就是话术的改变，这个就是改成了核心契合点。对，这个就是，然后再加一点什么家文化呀什么的。萌萌特别可爱，适时的时候总是会侧面提醒这个人。萌萌好累，上一把拉着戳戳，这一把拉着音乐。你要上去了吗？快了。你怎么一直在催我们进度？那就问一下。他自己不想去。音乐，来，我们沟通一下。小兔坐这边来吧。你们自己呈现完之后，你们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比第一次会好很多，就是还是有点梳理的，但是可能，有些点会太重复了。我先来说一下，就是几个大的方向。那第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已经去契合到这种就是一些核心价值的这个主张等等。我觉得我们就走差异化，我们就走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风格。那其实我们今天第一版做的比较好，因为第一版其实我们没有拔太多东西，我们就是只是想从点子出发。但我觉得你的第一版呢，其实我听上去之后，我只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只有这一个感觉，我根本想不到什么这个亲情。包括你讲亲情跟老乡鸡之间的这个亲情，我觉得也链接不到去；亲情跟尚文颖也链接不到去。对，就全部重做一遍。其实也不是全部重做，我觉得把你的里面有几个拎的东西能用的这个部分，不是可以把它拎出来吗？是，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刚刚一直按照我们就是下午想改的框架来，现在是觉得有点。那我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怎么做法啊。其实这几页我们可以把它合并一下，就合并一下，就合并成什么呢？就是说葫芦娃和老干基本太耐心了，没法找这种耐心。我们3个人可以分一下，第一个谁做前端的输出的部分，第二个谁把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好，等一下，谁把我们的那个部分给它做强一些，好吧？说实话吧，就是我感觉中间听了太多意见，反而会误导，就还不如从头到尾谁都别提意见，我们自己做，我觉得还反而会蛮完整的。就每次中途都会有好多意见，然后感觉不改又搞得好像不听你的意见一样。我来改。你们交了吗？交了吗？刚提交。行。萌萌和小猪都很好，就是音乐不在线的时候，他们俩把他那份担起来，这个时候就显示出团队的重要性了，就是另外一个人能够接棒你自己的工作。对，你也不能承接永远是别人强项或者好的时候嘛，对，就大家是一体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团队。
Hello， 小峰老师，这边坐吧。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设计的老师张梦张老师，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呢是我们负责品牌宣传的这一块的艾丽森老师。那月月，你们这边就先开始吧。好。各位老师们好，今天我们将代表老乡鸡来和贵公司的葫芦兄弟这个 IP 进行一次协作的磋商。我们将这次的合作主题称为厂长和厂长的一拍即合。老乡鸡和尚美影都是在不停追求创新的中国本土民族企业，但也都在坚守各自做民族品牌的初心。所以我们将此次合作称为将厂长的鸡汤装进厂长的故事。就是对于本次我们 IP 联名，我们有3个具体的创意。第一个是魔性主题曲的传播，我们可以唱一下给大家听。预备，唱。葫芦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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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锅旁7个娃，举锅抓鸡烧水啊，叮当咚咚当当烧好啦，叮当当咚咚当当本领大，本领大。然后第2个是我们想推出的一个葫芦娃的鸡汤盲盒杯，盲盒的特性它也是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它可以激起年轻人的那种猎奇的心理和他们的想要炫耀，以求达到社交的这样一个目的性。老乡鸡的品牌 IP 形象是一个报纸鸡的老爷爷，然后我们葫芦娃里面也是有一位老爷爷的，所以我们想2位爷爷联名制造一个以爷爷为形象的隐藏款放在我们的盲盒里面。如果抽中我们的隐藏款的话，我们当天在老乡鸡的消费就会免单，这样就是激发了顾客即买即拆的一个心态。因为猎奇不一定会驱动你的好奇心，但是我们觉得金钱肯定可以，就是如果你感觉你能贪到小便宜，你就会马上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鸡汤盲盒杯，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将这个联名的用处发挥到最大化？所以我们设计了以下的周边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用真葫芦做包，把葫芦娃背在身上，传达环保绿色的概念。所以我们抓住年轻人的这个土到极致就是潮的心理。再下一个是我们做葫芦套娃。第3个是说我们这个联名 T 恤。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客群，我们分析了一下说，我们现有的盲盒的客群基本是3大类。第一是现有的老乡鸡客户群体，然后是尚美影拥有葫芦兄弟 IP 形象的记忆的80、90后。第3个客户群体是说我们现有的盲盒周边的消费者，80后、90后、00后，他们拥有极强的猎奇心理。我们用鸡汤作为载体，把葫芦娃的故事再一次讲出去，让葫芦娃在国民心中再次被想起和留下。我们希望送传统文化上热搜，也希望和尚美影牵手成功。谢谢。首先来说的话，作为职场的一些新人吧，我觉得其实第一个点就是在于我们在去做任何一个提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整个提案的一个逻辑。第一组葫芦兄弟那边，其实我们看的是有点乱的。虽然各个环节的推导都有，但是从一个成熟的营销方案来看，它还是很有欠缺的。比如说，你们没有阐述你们做这波传播的目的，你们的精准的 TA 是谁？你在很后面才提到80、90、00后，这个是应该是在营销方案里面首先去做一个阐述的。你有了 TA 的分析，才会有一个精准的洞察，才能去推导你们下来的创意点。所以现在这个逻辑是混乱的。我们本来是把它放在前面的，但是我们觉得说前面我们还没有介绍盲盒的时候，你就突然说一个这个盲盒的客户群，那你的客户群你就不应该点出盲盒这件事情。还有，你的消费者是谁？他们的行为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消费者洞察这一块，你们是缺失的。
从 IP 方保护 IP 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运用魔性这个词，我觉得可以在度上面做一个考量。我们还是会怎么说呢？就是不会太魔性，还是会考虑到葫芦娃的感受的。所有的设计都觉得是就是帮我们讲故事，没有太多的感觉到和鸡汤有一个关联。其实大家可以去玩的时候，其实可以去更发散一点，是更搞怪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我们也希望看到的是年轻人更多原画的一些玩法在当中，而不是说现在我们想要突破却又收回来的这个方式。音乐的表情完全变亮。好，那就这样，我们先请下面一组，好吧？你们仨人先下去，然后喊下面一组过来。哎，第二组啊，真的？哎，救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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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点紧张。其实刚刚客户提到的那点很重要，就是 IP 联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把这个 IP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复苏一下。双赢一下。但首先你要先定位好我们的粉丝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你啊，我们这波人都是白领，消费能力很强的，这样子上影厂听上去哦。那这样子有搞头，我可能会很想做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把这个人群告诉他们，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卖点了。我们的店有这么多，然后别说老乡鸡有这么多人吃，是的，对它的对的。排我名们每一天的店的客流量有多少？这种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吸引力很大的一个地方。各位老师们，早上好！今天呢，会由我们代表老乡鸡为大家带来大闹天宫 IP 的联名提案。国民动画，民族动画经典代表，老乡鸡呢，国民品牌，中式快餐创新表率。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希望以宣传短片匠心为载体的一个形式呢，为大家重温历史，再现经典。致敬匠心，就像大家可以看到的一样啊，我们会采用分屏的形式，左边呢我们会放大闹天宫的创作历程，右侧呢我们会放老母鸡汤的研发过程。干了这杯鸡汤，做自己的大圣，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标语，同时呢也是我们希望传达给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于是呢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联名的核心产品72变鸡汤杯。那其实对于杯身本身那个变化呢，我们这边有2个方案。哎，对，我们又可以打开，有点紧，我指甲的问题有点紧。好 ，OK， 撕开了。好 ，OK， 撕开了。OK。比如说在这块啊，我们把这块给镂空掉，然后再从这个画面壁上呢，我们可能用不同的镂空的表情。那在这块镂空之后呢，我们这边可以简单去旋转，那可以去变各种各样的表情，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表情，它可能是一个整体的身形。比如说我们大闹天宫，对吧？我们可以比如说举个金箍棒，然后挥转呀，做一个连环画。其实也是特别的呼应我们最开始大闹天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过程。那第4呢，就是我们这块的一个盲盒方面的设计了。这盲盒方面的设计呢，这也是可以撕开的。我们主要在里面可能放2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鸡汤包配料，第2个呢可能就是玩偶本身了。我们认为这次联名合作的核心的目标人群依然是30岁到50岁的工作人群。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它是60年代出版的这个动画片，所以说是在6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当中，他们内心有这种英雄梦。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去唤醒他们的英雄梦。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是说，觉得这种杯型的鸡汤。可以重新定义鸡汤的消费场景。那么不一定你鸡汤要用碗喝，你鸡汤也可以在办公室、在家里用杯子喝。
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新潮可爱去吸引到15到30岁的年轻客群，重新去关注我们的这个 IP 以及关注我们的产品。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方案的一个呈现，然后谢谢大家的聆听。从一个完整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推进方案来说，其实我看你们这个 PPT 很乱。对于我们 IP 的合作而言，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告诉 IP 方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你们的创意逻辑，你们想讲的主题是匠心，但是你们提到了非常多的其他关键词，什么72变，干了这碗鸡汤，做自己的大圣，然后还有你们的什么英雄梦，它跟匠心什么关系？我们确实是以匠心这个作为主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非常主打的一个宣传的短片，就是以匠心去命名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想去拓宽那些人群，比如说现在新那些年轻人，甚至小朋友的人群。这个就落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们的 TA 很混乱。你到底是要巩固现有客群呢，还是要招新？我们主要的宣传手段是针对拓宽新的人群，但是同时这个纪录片可以帮助我们巩固一下现有。为什么要做这个纪录片呢？这个纪录片坦白说，我们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创意非常匮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老套的 TVC， 没有意义，做的没意义。我明白，是的。啊，好厉害啊，这个人。这个社会很残酷，啪啪啪。而且你们自己也强调了，其实是要拓展它的一个使用环境的。那72变，它是不是现在也？我刚刚印象不就是太。现在的72变，我们觉得太普通了。你夸一下嘛，做的挺好了。我们其实是想表达这个72变的设计是可以持续不断的去做一个创新跟迭代的。但是我这样会觉得你们所有的设计它都没有一个核心的点，对于用户而言没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主线的。其实老师想讲的是什么呢？聚焦。就是我们输出的点好几个，匠心精神什么等等，那我们聚焦在一个点上，整个从传播、文案各方面就围绕那一个点去做。我们也谢谢老师给的这个回馈和意见，因为这次的案子其实他们是第一次独立去做这个 IP 的这个部分啊。那我想能不能就是我们去做一些修改。然后我们今天11届的时候，我们再做一轮这种沟通，我们尽快能够把这个东西的推进给它落实下去。可以，OK， 好，那我这边的话就先送老师们下去，你们在这等一会儿。期待你们下午的表现。老乡记的领导们也很尴尬。老乡记的领导说我们这是新人，哎呀，他们不是很成熟，这也感觉。对呀，这是客户哎，你跟我说这是新人，就会觉得怪怪的。你们合作是否有诚意啊？到底有没有重视我们？我经常碰到这种事，这2天还碰到这样的事情。讲讲，可以听是谁？不行，好八卦。是个新人，但他也是个稍微有点名气的新人。谁？小明哥怎么可能会说老好人？说事儿。我觉得有问题，我会把他叫到旁边来，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好，就你这个人物有损伤。然后我说你可能中间忽略了这个，你可能这些细节可能对你这个人物更有帮助。啊，他也会接受，毕竟我年长嘛，对。然后，但是确实因为我的经验还有周围的人的反馈告诉我，就是我的这个意见一定是对的、有效的。那他后来就做到，那挺高兴。但是如果你要当着很多人的面跟他说，他肯定没面子。我觉得叫到旁边来私下说，可能他们会更容易接受一点。而且我觉得小明哥那种方式就是像让人舒服了，前辈，然后帮助，我们这些新人晚辈什么的。因为我也是从新人过来，我知道大概什么样的情绪能接受。对。
小明哥，要是有机会能合作，多指点。行，那你做饭，没问题。把剧组饲养员开了，让我上。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呈现的结果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方案，距离我们真正去跟人家做商务谈判的话，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我在这个里面想说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接下来咱们怎么改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刚才也跟他们说了，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最好再去做一轮沟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尽快敲定，细的东西我们可以后面再录，但是主线和主题大的方向的这个部分来讲，是要做一些考虑的。那第二个，我觉得今天它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新的思考，就是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作为企业来讲，我们不是公益组织，但是我们最终核心的点来讲，就是要受消费者的欢迎，以及是说拉动我们的整个销量的增长。那大家就抓紧时间去做一些这个调整的这个部分。晚上我跟他们初步定是放在6点钟左右，那我们去他们那儿，好吧？哦，这还得去人家那儿了。焦老师，你今天晚上一定会出个结果了，是吗？我觉得是。我已经 sick of 一遍一遍的做，然后告诉我还有一轮。而且我们每一个机会都是翻了出来。我们今天也是，我写了3个方案，但是我只够时间画其中1个的配图，然后结果他就说现在只看到了1个。你知道我现在做的生理想吐呢。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这个时候就是老焦他心态稳。音乐怎么了？我觉得他讨厌这些规则，讨厌这些。就是要成长了，要长大了，释放压力，哭吧，哭出来会舒服一点。委屈了，又累又委屈。想哭就不要憋在心里。乔欣有过做演员这么久，比如哪个角色你在现场，你觉得你尽全力了，但是就是怎么都不对？会啊，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导演问说：“哎，那你是还没有毕业吗？是怎么样？”他不是在损我，或者是在讽，对，你还没有毕业吗？然后我就出去自己在那个夏天，然后在那个草丛那边走路，因为我就很爱，就压力大的时候会走路，然后当时很多毒蚊子给我咬了大概8个大包，我回来了，然后接着好好拍戏，就记忆还挺深的。这是放血疗法，就是你确实对，某种程度上算是对。月月要做一下那个合作形式的，你前面如果是在排版，我可以帮你做。萌萌性格还蛮好的，那你看她软乎乎的，反而挺抗压的哈。你还一口吗，奥利奥？你这竟然没有我的甜。打起精神，不要丧气，我现在充满了斗志了。加油，音乐！我现在先把主题定下来，然后再把我们的目标人群细分好，然后再讲其他的。可以啊。我把框架先搞出来，贴主题我感觉就可以了。OK。然后逻辑再理得清楚，我感觉就可以了吧。好。再加一下，就是他葫芦娃对后面对应的是什么人格？那我把这个大的东西整理出来，不然还是看人。我觉得他们这个设计真挺好的。所以你第2页是想放这个一杯鸡汤，精神搞怪，还是说那句 slogan？ 就是把这个作为主题，然后鸡汤需要分2个角度解释，然后怪也需要分2个维度来解释。现在就直接变成了类似你在职场中，然后有葫芦娃的陪伴，就是和你一起作战这种感觉。怪可以指职场上的那些不顺心的事情，也暗指葫芦娃打妖怪的那个。
可以啊。坚强。萌萌和小猪真的太厉害了。哎，这次输的萌萌是要走的那个人哎。啊，我都没意识到这件事儿。萌萌和朱顺杰两人都是2块。那他们组绝对不能输。真的不想让他们输，压力好大。现在讨论怎么样？现在就是72变，就是说拓宽那个新人群、新场景，然后可以有不同的场景，所以它就是变。然后呢，3个核心的代表场景，一个是熬夜，一个是下午茶在公司，上班前的早餐。对，我同意，我同意这个。刚才被他们骂的时候，我觉得核心就是确定新的人群。把那定义为被骂。我们现在目标人群是多大到多大？你定了吗？就是工作餐嘛。就上班族吧，我觉得上班族吧，上班或者上学的人之类的都可以。OK， 我们能不能确定我们那个新人群是15到30岁年轻人？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你们觉得呢？那确定了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想一下设计，把它说针对这个人群的设计去做。我自己的感觉是，年轻人喜欢 Q 版，然后老年人喜欢经典版，我觉得是个巨大的 bias。老年人。哎呀，好伤人啊！80后，80后啊！老年人你都够不上了吗？对。80后我都没赶上。那我们确定了吗？我们在想着怎么贴合这个场景。可以，我可以做人群的部分，分析的部分。我等下看一下，想一下那个 slogan， 你等我一下。那再给你点时间，我去想一下背身好吗？我现在背身一点 idea 没有。现在这个已经完成了吗？哦，这前面图我已经弄完了，下面图也正在 P 中。抓紧了，好，还有7分钟，各位。好，我们马上老师。你们呢？我们快了。快了是啥个意思呀？5点半到5点40出发，来得及吗？我们快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时间写这个稿子。那整体直接讲吧，不能让稿子。救命！救命啊！我都可以。啊，救命啊！看得好揪心啊！啊，天哪！来，同志们，车到了，出发。收拾一下，上车再讨论。好。快！大家都在等，速度，快走！飞哥急死了，来不及了。你们把那个定好的版本可以先发给我看一下。好，我们这个你已经放了是吧？就这么啊，你看一眼，我发给你的，我还没放。你还没放，对，因为我后面发给我了。对，因为我发给你之后，我就去想 slogan。OK。你觉得这个能更好的改成什么呀？需要温暖吧，或者需要鼓励。星辰，你够信息做落地的计划吗？我觉得可以写个大概的。好。我自己看的都好像我带入了飞哥的角色，我觉得哎呀，还有10分钟，好着急啊，感觉。走吧。哎呀，迟到了，哎呀，快点，不要让别人等。快，走吧。超过10分钟了，朋友们。OK， 走。营销事件我们还保留吗？营销活动，哪个 make sense 的？72变的那个营销。像第2张 PPT 这种，他们已经听了无数遍的，我就还要带吗？说一说吧。超时20分钟了。Hello， 各位同学。Hello， 下午好。也是辛苦各位了，在台风天赶过来，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收到你们两边的调整后的方案。完了。
我需要在开会之前先收到你们的方案，我们需要内部先沟通一轮。好的，好吧，好，你们这边什么时候能发出来？现在1分钟，1分钟之后就能发出来是吧？行，好。你赵老师，你直接发给飞哥吧。快放我来直接转吧。OK， 舒杰发了。汉文呢？马上。行走。哇，迟到30分钟。所以很多时候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你先完成它。而且守时。对。他们现在还没发过来是吧？来了。文件命名格式乱了。这就调整了一下排版了吗？没有排版，就调了调了一下前后的一个顺序。调了一下吗？这是啥意思啊？这排版好错乱，怎么回事？哎呦！天哪，这么低级的错误！刚刚确实有点尴尬。我来到这里把方案才给人家，是不是？各位同学好，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首先来说，我们的方案原定的计划其实应该是6点之前给到我们的，也就是因为你们这边迟到了整个的一个时间，导致现在包括我们，包括你们在这多待了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对于大家都是浪费。希望以后你们能够注重一下时间观念这一点，好吧？还有，好。其实迟到这件事情给别人留下的一个印象就特别的糟糕。你是一个时间管理能力很差的人，那我会有一个潜意识认为你自己在项目管理上面，你在你做的事情上面可能也是有差错的。我觉得就是他们之前在迟到这件事上没有吃过太多的苦。老乡鸡就说一下，哎呀，你们晚了哟，没有让他们真的觉得这件事守时很重要。现在第一轮是哪一组？我们组。老师，你坐这儿吧。我们先到外面等一下。好。加油。好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不好意思，刚刚我们确实没有顾及到这个时间问题，在6点之后才交了这个提案，所以就是让我们双方都有等待的时间，我们非常抱歉。然后，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然后我们还是想要强调一下老乡鸡和我们上美影的葫芦兄弟这个 IP 联名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其中就是分析了2个企业现在的一个现状吧。我们葫芦兄弟的 IP 在百度搜索指数还有一些别的社交平台的搜索指数都是远高于上美影别的顶流 IP 的。然后老乡鸡呢又是拥有稳定客流的一家企业，如果能强联手的话，一定会有个1+1大于2的效果。那我们把稍微等一下，我想打断一下。我想打断一下。那目前我想了解一下老乡鸡整个品牌，它在渠道的一个布局上，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渠道的布局的话，我们老乡鸡是既有线上的渠道，也有线下的渠道。以这2个月的销售份额来说，线上和线下的话，线下大概站在4-5成左右，基本上是一个1比1的状态。以销售额来说，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这次营销的主题，主要就是一杯鸡汤轻松搞怪。然后鸡汤作为我们老乡鸡 SS 级的主打产品呢，本身就蕴含着养生和关怀的属性。同时，鸡汤在中国人的心中也有着特殊的情绪价值，也是家和爱的一种承载。所以在如此家国情怀的鸡汤文化下，我们却希望打出一个轻松搞怪的营销点，目的就是希望抓住我们的目标客群，就是职场中的年轻人。然后这就是我们想打出的 slogan： 职场不独行，齐心协力打怪才能赢。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节奏总览。我们活动总共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种草阶段，第2个是落地及宣传阶段，第3个就是延伸阶段。第一个种草阶段呢，我们想推出的联名方式主要是做一个2维码，然后设计一系列问卷调查，可以让职场人测试自己和自己相匹配的葫芦娃的职场人格。
然后有一个葫芦娃打怪的小程序插入，让大家可以和自己的朋友联机进行一个打怪。这个会想转发朋友圈。然后在落地级宣传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推出鸡汤盲盒杯。说一下，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大环境下其实对于盲盒这样的一个形式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因为它毕竟其实是一个促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嘛，对吧？那你们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风险吗？这个可能不会清楚吧，我都不知道，这个可能只有做这行的人才知道。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是说，消费者可能买到自己一个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造成弃养，这样就是一个不太正的一个风气，所以会受到管控。但我觉得我们推出的这个盲盒，其实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他答的不是他问的。我很认同你们现在就是围绕着葫芦兄弟在做一些营销上面的玩法，但是这个套任何产品都成立。那么我没有看到说为什么葫芦兄弟要选择你这款鸡汤杯？因为我们鸡汤的理念本来就是富含我们中国人对鸡汤的一个情怀在里面的。但是你把产品弱化了，我没有感受到鸡汤这个产品的一个强势的露出。葫芦娃只是这个 IP 只是给我们现有的鸡汤赋能嘛，它是赋能你要有一个结合点。我们就是觉得他们到最后联合起来一起，包括我们前面设计的杯身上的 slogan， 其实就是葫芦娃在给你送问候。可是葫芦娃他是救爷爷，更多传递给人的是救、拯救这种，它不是送。葫芦娃送温暖，太难了呀！就可能我们在措辞上也有一定的问题，可能更多的不是团结，而是陪伴。对，是讲一个陪伴。陪伴的话，你整个推导就有问题了，你的 slogan 就是有问题的。我越听越困惑，从根儿上全给否了。好难呀，好可怜啊！我觉得他们。好，然后我现在来分享一下说我们的传播方向。我们觉得说听觉传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如果要做听觉传播，你能在前5秒钟抓住你客户的耳朵，让他听进去，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听觉传播。而我们葫芦娃的这个主旋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从小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旋律，所以我们选择说用主题旋律进行一个传播。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延展引申阶段，就是我们的周边产品的设计。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设置周边产品，就是为了让这次的联名的意义能够最大化，并且也能够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大概是我们家的这些点。客户应该想听到商业价值最大化。好，那我们这组就先这样，然后我来再喊第2组。行，好的，没问题。谢谢，谢谢。让我回忆一下刚刚经历了哪些东西，然后把那些点再拎一拎，看有没有一些补救的措施。如果按照刚刚这种结果的话，按照他们2个人给我的感受是，他好像非常不 care 我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压力的。这组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啊，感觉大家都颓了。对。好，走。加油，加油！准备好。那你们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风险吗？但是你把产品弱化了，我没有感受到鸡汤这个产品的一个强势的露出。就可能我们在措辞上有一定的问题，可能更多的不是团结，而是陪伴。陪伴的话，你整个推导就有问题了。确实也是我很不专业，因为这种就是很职场的东西，你不会在学校中学到的。其实葫芦娃这个形象太久没有，就是出现在
脑子里了。对，就是我们做的每个小提案就感受不到什么团队打过来。对，对，不好意思给老乡丢脸，但是我们尽力了。大家都在一个逐渐一步一步更加成熟的过程，但是每走一步都会很痛，都会很累，压力都会很大。这也是他成长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想要在职场中大展身手，除了自身实力过硬呢，也要利用好强大的工具，比如说他们手里高颜值、强性能的惠普新系列轻薄本。开始吧。行，好，各位老师晚上好。然后很荣幸今天带来我们大闹天宫 IP 的联名提案。首先，我想趁这个机会再次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老乡鸡这个品牌。尽管我们的名字叫老乡鸡，但是我们也非常乐于拥抱新事物。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化能力在行业很领先，我们也一直很希望和各种各样的企业去进行一个联名，去创造我们的营销能力的推陈出新。然后我们想再谈一谈老乡鸡联名可以带来的价值。首先，就是我们谈到的经济价值，因为我们全国的体量巨大，所以说如果推出这样的产品的话，它能够产生很大的销售的流水。那么第二点，也是通过我们老乡鸡在线上自媒体以及营销能力的强项，去再次赋能大闹天宫这个 IP 的线上热度。哎呦，不错哟。然后我们现有核心客群还是针对30到45岁的核心工作人群，他们的核心诉求其实是出餐速度快、地理位置便捷、菜品好吃方便、健康不油腻。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这也引出了我们这次联名计划的核心目标。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要拓展我们现在的核心人群，去聚焦于新的顾客人群，聚焦于新的消费场景。还挺稳的。好，那我们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72变的一个鸡汤杯。然后我希望呢，我们这次的一个设计的提案更多的是一个给双方以启发，然后看看我们在联名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个碰撞可以产生。希望我们方案的稚嫩呢，不会掩盖我们其实是非常有诚意的对于这次合作。焦老师很会说话。我们首先呢想讲一下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鸡汤不变，喝法72变。在这个画面里面，照片里面显示的是在一个公司的这个厨房里面想要去倒杯咖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边，我们有一位这个特立独行的同事，他端的是一碗肥西老母鸡汤。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碰撞的场景去探索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说别人咖啡俺鸡汤，我们融入了一些孙悟空这个形象可能会去讲的一些语言。老孙是不是？老孙去。然后第2和第3右边的这2个场景呢，一个是对应的，我们是下午可能逛街的时候，平时我们喝奶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有去发问，别人奶茶俺鸡汤，然后别人宿醉俺鸡汤。我们希望探索更多的一个稍微打断一下。哎呦，前一版你们前面刚到的时候提供过来的方案是，鸡汤变场景72变，对吧？对。那现在你们调整成为了一个喝法72变。对。从我的理解上来说，它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一个场景的一个变化上。但是喝法这个词呢，我们不仅是说喝的方式不同，其实它也包含了你在何时何地如何去喝，但是具体这个用词我们可以再去探讨。OK， 老焦经常会在这种临时的问题上有发挥，对，很冷静，对。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杯身、餐具跟这个盲盒的部分。首先讲一下这个杯身这部分的设计。我们这次选用了一个经典的孙悟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在这里呢制造了一个小的一个好奇的点，就是我们选用的这个孙悟空的一个形态呢，其实他手里面是没有这个金箍棒的。这个金箍棒其实是藏在我们这个杯体的这个腰封这个上面。那么当你去撕下这个腰封，你会得到一个从卷曲变成一个直的这个金箍棒的一个过程，也是呼应我们金箍棒的一个自己本身具有的一个功能特性。真的挺好的。好，我们的方案基本上就介绍到这里，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探讨。
我觉得他前面讲的双方的那个关系还是讲的挺明确的。对，至少比上次收拢很多，就聚焦在一个事情上面。就是收到这个 PPT 的时候，这个排版有点难以接受，甚至你们因为很多人做字体也不统一，甚至有就啪啪丢上去，然后整个也像乱码一样的。2个小组通病。这个错误是不是太低级了？在这种 PPT 的方案里。明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设计师背景，这个我其实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排版的一个成像的。既然是你们都难以接受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交到我们这边？是这样子，我其实是有能力把这个排版做好的，但是我希望花这份时间更多去探索，甚至是我自己不擅长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一些探索啊，即便是班门弄斧，但是我们非常想表达这一次联名合作的一个诚意。我们希望我们方案的一个稚嫩不会掩盖我们的这份诚意，这份诚意我们想把它在有限的时间内花在更多的一个创意和内容的构想上。对对对，这次就还是请大家可以原谅。OK， 真诚是最大的武器，这换文用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关于合作方式这块，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形式？他还往后聊了，哎呦，有戏。就是我们其实对合作还是很有信心的，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初期的测算。其实我们目前预计来说，这个鸡汤杯的销量在半年期间达到100万到150万杯的一个销量的。每个月100万杯，还是整个合作？整个6个月，半年期间，对。今天其他的没什么问题了，对吧 ？OK， 那小孟老师，我们就到这里。行，我们其实也是比较期待跟老杨记这边能够达成一个合作的，毕竟我们双方都是国民的品牌。好，谢谢谢谢。互相帮助的一个团队。对，大家是一体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就我们把方案发过去以后，那安静的等待的那段时间，你们的感受是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他们做了多少版了？这些人？对呀，6版了吧？做吧，先我们做个复盘。就是一路上来，其实，在车上本来就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就是一直以来我对大家呢是比较溺爱的。在大家心目中，我觉得阿飞哥还是很好讲话的一个人，或怎么样子，我觉得那就不讲了。但是不说的话，第一个是我个人的失职，第二个呢，对于企业而言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第三个，对于在座的各位伙伴而言，我觉得是对你们的不负责任。今天晚上大家的整个的表现，在结合之前呢，其实是有一些职场的禁忌在里面的。首先我要给大家反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观念。我跟潘潘讲过很多次大家的时间观念，但大家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无所谓。你讲你的嘛，我干我的嘛，反正到那个点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子。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又能怎么样？我就感觉到大家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时间观念上的问题特别的差。第二个，最起码的职场礼仪没有提前把方案发给对方，还是对方来提醒大家才发的。真的发出去的方案的名字你们都没注意吗？老乡鸡、陈或者叉、葫芦娃，这算什么呢？如果我是真的要跟大家合作的那一方，我肯定你根本就不尊重我，你回去想好了再来吧。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细节决定成败嘛。它不仅是你做事的方式，还有你做事的态度。各位，我觉得大家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可能自始至终有个别的人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场真正的实习。
那么接下来旗舰店的开业，我心里没底。既然选择要去把这个旗舰店开起来，那就让我们做到问心无愧，言尽于此。成长的时候，破茧成蝶的那一段时间是最痛苦的。这个对于人生经历来说算什么呀？这才刚刚开始而已。其实真正的上级和下级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和尊敬，因为说你们更多的是为了工作，对，所以你不能因为你们关系好，然后导致了工作上的一些疏忽什么的。大家更喜欢哪个方案？如果单拎一个人呢，单拎一个实习生，大家觉得就今天而言谁更好？天化门和袁新城倒还不错，而且在问答的那个方向上面，老焦的那个表现其实特别好，比较稳，他能把客户的那些问题对的都直接表达出来，然后还道歉。下面进入农夫山泉金牌时刻。实习生在每个任务当中呢，都会产生金牌和铜牌。我们团的任务就是猜测每次任务的金牌人选，如果猜对了，就能点亮1枚金牌。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点亮5枚金牌，就能为实习生争取到一个万能 offer 的名额。大家觉得呢？哪组的方案更胜一筹？这个组当中2位值得拿金牌，就把2位实习生的名字写下来。来，3、2、1。就我不一样啊！你选的另外一组吗？不是，我觉得他们俩真的不能走。我也不想他们走，我也不想，我也不想，很不想。但是说实话，你这个组那个焦焕文跟思明都是2铜牌。那我们最终选择的金牌人选是袁新城和焦焕文。我们一起来看结果。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就是我们1对1做一个复盘。小朱先开始吧。坐。飞哥说好像有点问题是吧？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可能迟到了，然后也没有提前发，就耽误了他们的一点时间。那今天这个任务你觉得做得怎么样？昨天整个输出也不够，然后昨天我们主线抓的也不是很明确，然后我感觉今天汇报完了之后，然后我觉得你也可以复盘一下。OK， 好的，那就这样，然后你让那个潘潘还有阿飞哥上来是？对。好的。身心俱疲。你在等结果是吗？萌萌和顺杰2人都是2块。啊，要是萌萌跟小猪走了，我也想走了。来了。那刚刚尚美影那边也给我们一个邮件的回复，说了一下他们对于今天的2个方案的一个想法和建议。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3位对于这个回复以及我们今天的金铜牌的诞生进行了一个讨论。那先由潘潘给大家读一下尚美影的邮件。感谢参与本次老乡鸡和尚美影品牌授权合作的这个比稿。那我方认为，在双方品牌契合度、
联名产品延伸方向、品牌及 IP 传播的各个角度进行了综合评估后 ，A 组的大闹天宫的 IP 方案匹配度会更高。A 组，咱们选的我方内部意向沟通会讨论，双方就 IP 的授权事宜课题可以达成合作，期待我们合作成功。这是他们给了我的邮件，鼓励一下我们大闹天宫组。我稍后把这个邮件的截屏也发到各个大群里面去，给到大家，好吗？大闹天宫这个组，我们认为可以获得2枚金牌的，分别是焦焕文和袁星辰。我们有一个万能 offer 了。恭喜点亮了我们的第5盏金牌灯，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万能 offer。焦焕文今天是一个高光时刻啊，在面对尚美影的各位领导的质疑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很坚定的去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星辰呢，在这一次的整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团队也有你的同组组员说到，你是在每一次大家都在散的时候，你是可以收的那个人。你是在整个和尚美影的商务的沟通过程当中，你和焦老师2个人分别都承担了很重要的沟通的作用，然后都让对方觉得这个方案是他们有信心和我们一起达成目标的方案，所以恭喜2位获得金牌。我很开心啊，他俩怎么？因为有人要走了。接下来呢，就是要说2枚铜牌。这个组有2位学员都已经是有2枚铜牌在身上了，也就是说，会有我们的组员可能会离开我们的团队。不想让萌萌走。但如果小猪走了，开旗舰店真的是一大损失。那如果说你们今天拿了铜牌，2枚铜牌，你会给谁？能不能都给我？为什么？就是我是觉得挑不出来。那如果2枚都给你，你就走了呀？真的不忍心给他们俩，就是真的选不出来。就我和邓萌吧。那如果你和邓萌的话，就是你们俩都会。第一个是我觉得音乐作为这次组长，因为他年纪还小，然后他也是初入职场的人，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了。我和月月吧。那如果你再获得1枚铜牌，你就要提前先离开了。这个小猪也就是2块铜牌了嘛，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比我更想要继续的往下走下去，就不是说一个谦让，是我单纯的觉得也挺累的，明天也挺累的早起。我来这里真正想要学到的东西，其实也有在一直在学到。我觉得说我来之前就跟自己讲说，其实过程是最重要的。这次的任务的过程当中呢，因为音乐是这次的带队的队长，这个铜牌给到你。那音乐其实在以前的每一次过往的表现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感受到你的逻辑能力、你的表达能力，以及你的综合能力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这次带队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不仅要有个人的能力，也要有带着团队一起去改变的、达到目标的这样的能力。另外1枚铜牌，经过我们的商议决策之后，给到邓萌。火车站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快，火车快，生活节奏也快。但我们这碗鸡汤不紧不慢，希望我们上海火车分店越做越好。我们现在要的是今天说谢谢。
真的是弱弱但很有力量的女孩。看不得这种东西啊。我是觉得吧，其实我心态一直都很平缓，就是我没有对这个输赢有一个特别大的执念，觉得说，最后成为这个合伙人才是，这一个项目对自己来说的成功。我之所以来这个项目，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个方面可能多少有一点欠缺。来这一趟，其实收获的东西远远比我来之前想象的更多。我觉得其实就挺够的了。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了。希望大家也就是更平常心的一点去看待这个最终的结果。这个比拼我们没有拿到说最好的那个方案的这个名号，但其实我们每一次交出去的最终方案，可能都是我们在当下能给到的最好，也是尽力了的。我觉得嘛，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说的真好。我叫邓萌，然后上海的外籍人数和占比其实是相对于别的。你可以再自信一些，说话的声音可以大一点。好吧，我们正儿八经想个名字吧。我们组叫什么？天线宝宝。就正儿八经一点啦。要想生活过得去，城市中间带点绿。可以吗？然后我们队的口号是绿，很绿，非常绿，越来越绿，耶！昨天真的很辛苦，刚刚看了拖了队友的后腿，挺好的。对，我觉得你们能够很用心的去看了这家店，你们是考虑到我的顾客是谁，所以这个金牌给到我们严金城和邓萌。好可爱，真的是弱弱但很有力量的女孩。萌萌能让我想到一个词，就是柔软的力量，但是你会什么都接得住，而且他一直是为别人着想，他一直担心别人走。谢谢。谢谢，好，很舍不得。好，放心。送还是老乡记的一个聘。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在这段时间内你的一些被感动到的点和你领悟到的点，不要把它丢掉。好，放心，谢谢飞哥。加油！谢谢。好。有点要哭。很有感情。照顾，然后伏尔加的全给你留着。好啦，我在呢嘛，不是。辛苦了。辛苦了，不辛苦。辛苦了，这期后我记得来。那你要给我发个正式的啊，做一个那个小海报，邀请函。你要哭了。哭吧，哭出来会舒服一点。干嘛呀？张老师，没事吧？是不是被突然多起来的工作击垮了？没事儿，我也帮你一起分担这个突然坍塌下来的软装和绿植。我们说不定也北京见了，我要回来北京投奔你了。我住朝阳，来跟我住吧。你等会我们就网上见。那希望你看到我的视频也都是我点点。哎呀，
呦，小猪又很难过，因为他留下来了。我也心疼小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没事。没几天又会见的，也就没见。就你们还在妆发的时候，我还在，对吧？我还是对。可以吗？就是感觉很不好。哎呀，小猪，聊到脚了。小猪这个太难了，我晚上。扭到脚，好烦。我就是不死了就。那在一起的时候越开心，分别的时候越难过。好，走吧走吧，回去了，不早了，不早了不早了。走吧。干嘛呀？你出热泪。哦。好了，姑姑，你不是还要给我调酒吗？说啥呀？感觉很不好意思。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说了，我们都长得很好。我们三个合作最后也挺圆满的，就是都合作过，本来就不会有机会再合作。那如果你再获得一枚铜牌，你就要提前先离开了。那你还给你自己是什么原因？这个小猪也就是2块铜牌了嘛，而且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比我更想要继续的往下走下去。舍不得大家。互相安慰吗？互相安慰。不用。是不是舍不得我？每个人给萌萌送个寄语吧。性格，我觉得萌萌的性格非常好，她是一个非常淡定和从容的人，但是其实她内心特别有主意，在做事的细节上也是非常的到位，尤其是抗压能力其实很强。一开始觉得她不强，到最后你发现她随着事件的升级，她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强。只是可能目前为止这份工作不太适合她，但并不代表她不够好。所以我相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好的成长。更好的就是当我找到他之后，我一定会给他找到一份合适他的工作。我觉得萌萌的性格跟我是截然不同的，她是一个内向的人，然后是一个内在特别坚强的这么一个人。她的这段经历，她的这个学习过程，是能够帮助到她自己和帮助到所有
看这个节目的人的。所以萌萌加油！就经过这几期，其实作为女生，我很喜欢邓萌，我也很想成为很柔软但是又很有力量的女孩子。然后我也想跟她说，最好的上位来到，就一定会有更适合你也更好的工作机会。就看了3期，你想要他联系方式？哦，不是。一个解决职业方面的事情，一个解决人生大事。哦，不是，就是感觉就是切身处地，在他的那个情况下，我100%的没有他那么坚强。希望能向你学习，能有你一样强大的力量，然后跟抗压能力，也希望你后面越来越好。不行，我得让我的团队去找他。我觉得可以把他拉到我们公司去工作，你不要，我们要。小明哥给 offer 了。虽然呢这一次这个节目啊被淘汰，但是老乡鸡的大门呢永远朝里开着。不，你的这个大门排在后边呢啊。我是讲以后。啊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对萌萌没有太多的担心，我们也都是觉得这样的性格，然后有她目前这样的能力，她未来无论在任何行业，她的婚姻就是一切应该都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最近这2期是接连有人离开团队，我们也都很舍不得。但是旗舰店的开业在即，之后的任务肯定会更加的困难。他们能够最快速度调整好状态，迎接新的挑战吗？合伙吧少年，我们下期见喽。餐厅在内测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会决定着我们这餐厅的未来。哎呀，失败太多了，有些客人掉头就走了，根本不搭理这事。一天要做1200个盒饭，几千个饭盒，每天都要刷。我们有一个峰值体验和一个风筝体验的一个概念，带动它整体的这个对这次服务的一个满意度。一脸懵。对，别跟我说这没用的，净搞这些纸上谈兵。来点蔬菜，新鲜一整天。如果人家晚上吃呢，新鲜一整天呢？哎呦，我昨天看师傅的操作好麻烦，我看师傅进来都甩了好几个。我想请问师傅入行几年了？我不高兴，这真不高兴。这个话问的不好。他们太理想化了，人家在第一线操作的。蔬菜滑蛋鸡肉饼，有菜有肉还有饼。我觉得好简单。啊，这个身体语言就是拒绝。老员工更多的是实践，新领导更多的是一腔热血。对，然后我们就来一次模拟的演练，就等于请员工们各就各位，然后我们走一遍，提出营养的概念就好了。外放一点，然后让他们感到不会像他们，因为我们的规定是30秒之内要清理过。其实你是把我们整个整体给分散成每一个小的个体了，这一种做法是不对的。那我们在服务顾客的时候，我们只顾的这个吗？难道顾客来找我问的时候，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一个问题我要换7、8个人，那当下我就直接就走了，干嘛这是？那个苹果鸡它还没有煮出来，但好多人点了，不知道那个能不能供应得上。菜都吃好了，然后苹果鸡端上来，吃不下，大家会不开心。这个出品改了，现在这个出品是这样吗？薛总发现包治白饼不对了，很奇怪这个。发现你这个产品怎么变这样啊？对呀，感觉跟上次的质量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没有买到菠菜。怎么可能会买不到菠菜？他们提前没跟进这个事情。问题是在于为什么这个产品是这样，你们就出品？这根本就不能出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要出品。我真的是被他气死了。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我是李路佳。合伙吧少年官微在微博上发起了投稿征集活动，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内容吧。第一条说，永远记得自己实习的时候的茫然，面对一份工作只是很机械的去完成，每天坐在工位上就想着下班，不知道自己前进方向，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的无助，所以能够拥有一份让自己满足的工作真的很幸福，能够拥有互相帮助的同事很幸运，我也在为之奋斗。下一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公室饭搭子，明明不在一个部门，工作也不互通，但就是纯纯能吃到一起去。咱就是说工作已经很疲惫了，真的很有必要吃点好的。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饭搭子哦。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职场经验，快上微博参与职场人的树洞时刻话题参与讨论吧。